男嘉宾小辉25岁，来自河北技术园；女嘉宾小红24岁，来自河北，还是一名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愿意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愿意。是大学同学吗？是的。谁追的谁呀？是他追的我。就是在那个一次朋友聚会上嘛，我当时看他挺懂礼貌的，然后就是跟我同学要了他的手机号，然后给他打电话啥的。感情好吗？我们感情挺好的，就是前几天他跟我说他要跟我分手了，然后要跟另外一个女的一块儿出国。我想出国也是有我自己的工作打算的，也是为了我自己的一个更好的发展前途嘛。再说了，我不也是给了你一定的补偿吗？你别给我提那补偿了，什么补偿呀？当时不是这么说的，就是他妈妈说那个就是我要考上研之后就给我那个2万块钱当做是学费嘛，然后。就前几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是那2万块钱是给我的那个分手费。不，等等，说的有点乱啊，我们慢慢来说好不好？你们交往期间一直很顺利是吗？不是的，我们大二那个交往的时候就是特别开心，然后就是过了半年之后，他们家是市里的，然后他就领我去回家见他的父母了，我就特别委屈。就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他妈把那个门一开嘛，就摆了一脸就臭脸就上来了嘛。不能这么说，我妈妈他们不就是喜欢一个干净吗？大包小包的拎着给你们家给你妈妈带过去，我容易吗？一进门他们家有一个那皮沙发嘛，当时他妈当着我的面就把那个布毯就铺在上面了。就算一个普通朋友来，也不用这么嫌弃我。还有过我吃饭的时候，你不知道我不能吃鱼，非得让你妈给做鱼吃，我对那敏感。那也是我妈妈的一个好意啊，当时也有其他菜呀，你也可以吃啊，又没说让你完全吃那个。他是好意，可是我当时当着你爸妈的面能不吃吗？不喜欢吃你可以说嘛。我在你们家受多少委屈，就是去你们家，你妈每次不都做这个呀？就因为你爱吃鱼，我不爱吃鱼。哎呦，就给你吃点鱼，你能委屈到哪儿去啊？不是这样的，吃完饭之后给他那个刷盘子什么的呀。我不就打破你们家一个盘子吗？哎，你妈就上来一顿臭骂，什么吃笨手笨脚的呀，就是农村来的人，问了一顿。他当时站在旁边都什么都不说。是我妈妈的朋友在国外带过来的，毛手脚的给打破了，我只能向着他。这个给到我们一个信息，实际上面是男生的家里面不太喜欢这个女生。我妈妈刚开始对她是有一些偏见，但是后来一点点的也说通了，然后后来才会发生一系列问题嘛。就是当时我又不是那考研嘛，报那个考研辅导班，6000块钱是一个全程的班嘛。然后我当时也是我挺爱学习的，我就说我自己可以学，不用报这班咱也可以考好。他就不相信，他就说那个你报班还保险点他们家他也是觉得他们家可能条件也比我好嘛。然后我也挺感动的，就背地里给我出了这6000块钱，就是给我报上了嘛。主任这块我特别感动啊。因为我那时候我也在上学嘛，然后那张银行卡呢是我妈妈给我办的，然后是绑定了他的手机有那个短信提醒，当时一下子花了6000多块钱，让我妈妈以为我这卡是丢了，还是说被上当受骗什么的。然后我妈妈当时就给我打过电话来了，问我这钱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一说给他交学费了，当时确实是我妈妈有可能心情没太平和，就给你打电话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是他妈从来没给我打过电话，就是他们给我打电话，我就挺高兴的。结果我一接电话就一顿臭骂，他妈就特别刁，然后就说什么。你这样有意思吗？每次见面都一直吵。我妈都没有骂过我，她上来就说我就冲他们家钱去的，就为了跟他在一块，就是为了他们家钱才跟他在一块的。之后呢，发生了什么？这件事怎么消除？人在姑姑家住着不安全啊。他下班了，安全到家了，我就满足了。就是你送他从工作单位到家，我就是在他家楼下等着他。看见他安全到家了，我就放心了。有你在我看是最大的安全隐患。他姑姑没说这个。我能讨他姑姑欢心，我觉得先拿下他，就得先拿下他的家人啊。拿下他姑姑了吗？我跟他姑姑，我觉得聊的还是可以。也成了你姑姑了，亲情又一份亲情。好，又亲情了。你不怕呀，丫头？我还怕，我觉得他对于我来说就达到了骚扰的境界了。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接了一场去北京跳舞的活动，然后我刚下高铁的时候没来得及换衣服，然后我穿着一字肩，正好在楼下看到他了，然后他就大声的跟我说：“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我说：“我穿成这个样子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跟他吵了2句，他上来给了我一个嘴巴子。主任一说到这个事儿，我真的我现在我都想给自己2巴掌。我怎么能打我的女神？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他突然去北京了，他给我发了一条语音，他就是提前那个回来的时候让我去接他。你这不就是聊着人家吗？他在唐山又没什么朋友，他让我接他。当时他下了车，
走出来，我看他穿那么少，你想那是秋天又那么冷，我真的是心疼，当时真的是冲动，情急之下才动手打了他的。之后我也非常真诚的跟他道歉了，当时我都跟他跪下了，我也是担心他嘛。臭小子还动手啊！真的我都打你了还跟他纠葛呀？后来我就再也不想搭理他了啊！但我承认我让他接我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太累了。我觉得一个小女孩也会有爱慕虚荣的感觉，所以这点是我错了。主持人，我跟你说，他以前跟我倾诉的时候，他说他的梦想是做一个舞蹈老师。我身为他的灵魂伴侣，当然要给他指引正确的方向了。我帮助他，我跟我的父母商量，把我的彩礼钱，把我的那个车钱。都可以商量拿出来给他开一个舞蹈工作室，我再帮他做宣传，做活动，这钱拿出来了，钱呢？跟我父母商量，我父母他支持。你收了钱？不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他表面上什么都不懂，他后来还经常管我借钱。啊？没拿钱给人开工作室，你还找人借钱了？他不答应嘛。我借钱是因为我上次打了他，不然让他之后就不理我了。我就是想找这个借口接近他。不是，你怎么就借给他呢？因为我当时我特别不想搭理他，然后他给我发了好多遍的微信，然后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吃不上饭了，父母又生病了，然后自己又生病了，我看他特别可怜，我觉得最起码以前的一个小男孩，他帮我那么辛苦的工作，然后那个时候我工作还挺好的，然后他说连饭都吃不上了，然后我就戒了。哦，那他给你工作的时候你给他钱吗？刚开始给。为什么后来不给了？后来他跟我说，他想做我的弟弟，我是他的姐姐，我们朋友之间不用谈钱。那个朋友之间为什么不谈钱呢？男生一上来就说你喜欢管他，因为他太喜欢玩了，对吧？但是你打游戏、打篮球，那也是。走向成长，我就说这些吧。刚才于老师提到说安全感的问题，我倒是觉得在你们这对小情侣当中，男生是多少不够自信的，无论是从对他的管束、对他的穿着，或者甚至拒绝浪漫，其实都体现出你内心的不够自信，而且你用自己直接拒绝他，比如说浪漫和好意的这样的方式，其实是伤害了他，也伤害了自己。其实高调低调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坚持自我、保留空间的同时，不伤害对方。比如说那个浪漫的你认为的惊喜，你就应该接受。在事后告诉他，亲爱的，我不太喜欢这种方式，但特别感谢你，下次我们两个人一起浪漫好不好？这是一个自信的人会做出的选择，更多的调整是需要你去做努力。好。而女生，我认为你缺的一点是力量。
我们不是去改变别人，而是影响。如果你真想做一个你认为的高调的又美好的生活的状态，你就要去影响他，否则真的力量不够，就只能接受他对你的要求。我觉得你们之间因为不同而吸引，所以需要更多的是沟通，慢慢磨合吧。希望你们能越走越好，祝你们幸福，谢谢。广州更适合他们2个年轻人的发展，并不是我地域歧视啊。到了广州，你现在就要有思想准备，好好的工作，努力的赚钱，而且你在广州，由于是你的本土，你地域熟悉，给你的女友想办法找一份合适的工作，然后通过你们的努力，现在一定要攒钱，而且一定要买房，而且现在要买大房。要有准备，就以后老人一起来生活。好，来沙娜老师，我不支持，反对哈，我不支持，我完全不赞同。我也真的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分手了一段感情，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我要去北京，他呢要去广州，我们都非常清楚，都曾经问过对方一个问题：你愿意为了我去到那个城市吗？2个人都不约而同，没问题。我说我可以去广州的，然后他呢，也跟我说没问题，但是他因为他也是北方人，他那个工作行业广州是总部，他必须要到广州去，所以呢，他说我当然愿意去北京，而且我也更愿意去北京，可是北京不是那个地方的总部，我要到总部去工作，而且爸爸妈妈已经给我安排好了。我说好，我说那你就去，我说但是我的这个专业在广州不一定能有释放的空间和余地，因为到那边普通话它不如地方方言做这个台前工作来的优势好。然后我们就很真诚地说了一句话，我说我有这个心，但对不起我没有这个力，因为所有种种的现实和我的生活习惯还有我的家人，我要考虑一系列一大片的这样的问题，你让我为了一段爱情为了你放弃我所有的这些，我说对不起我做不到。我说同样你也一样，你父母辛辛苦苦为你联系好了这样的工作，然后你的前景一片大好，你说我不干了，我就要去北京，我就要去分部待着。我说你爸妈肯定也不同意，就算我们2个人以后能够走到一起，你爸妈对我也会有意见，会觉得是我阻碍了你的前程。我说那不如我们就各自发展，如果真的有一方发展得很好，或者我们的感情很好，好到真的要必须往一个地方奔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办法，因为都是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处理这样棘手的问题。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是什么？我们不要为了爱情盲目的远走他乡，因为你远走他乡是要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当你没有这种能力，你后患无穷。来，顾奇老师。我倒觉得你应该换个城市，真的，他换不换我其实无所谓，你真应该换个城市。为什么？你现在身边的人对你的伤害远远超过他对你的伤害。你现在身边的一些人灌输给你的那些价值观啊，告诉你，你这个年纪怎么样啊？年纪大了呀，30岁怎么样了呀？不管是父母也好，闺蜜也好，身边的人也好，等等等等，那些结了婚的也好，生娃的也好，那些人带给你的伤害远超过他给你的伤害。一上台我们就知道他不靠谱嘛。他说的承诺你当时一时头昏相信，为什么现在你还要相信呢？因为很简单，你身处在周围的环境带给你的伤害之中，你觉得我必须有房子，我必须结婚了，然后你必须是可靠的，如果你不可靠，我就把你改造成可靠的。但你失败了。在这一整个失败当中，我给你的建议是，你应该换一个环境，只有换一个环境才能够真正的看到自己，你才可以知道自己是谁，我在这个阶段我真正要的是什么。你走出去，去看看这个世界，去打开自己的心，就这样，谢谢。谢老师，谢谢陆琪老师。姑娘，我特不理解这件事儿，一个26岁的人就见到一个男人说，2年之后咱俩结婚啊，一起买房子啊，你了解他吗？他爱你吗？你足够爱他吗？你们俩具备往一起走的能力吗？
我真替你着急，我真替像你这样的一波姑娘着急。你们为什么呀？你今天跟人说一实话，不爱了就是不爱了，坦诚一点儿。其实我还爱她。你爱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忍心看着这个女人自己奔波？你爱一个女人，明明知道她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你不愿意跟她共同打拼？我让她跟我去北京，她也不去。如果她同意跟你去北京，您这次又失败了怎么办呢？如果再失败了，给不了她幸福，那也就分手了。我也不想让她跟着我受苦。听明白了吗，姑娘？啊。我先说男生啊，你说你对他很真心，对吧？对。的确，有可能你是对他很真心，但你不爱他。我爱他。因为在我看来，爱的标准是在乎对方的感受，特别是他吃了一个你前女友的醋的时候，你是否是在意他的感受？我相信一个真的很爱女生的男生，在被女生发现自己的空间里边还留着前女友照片，他很难受的时候，你是立刻要去关照他的感受，而不是跟他讲，凭什么呀？我放到那儿没关系，不是跟他解释，也不是跟他掰。